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幸福是一种方法，而非上帝的恩赐。Last question. Suppose, Lord Russell, this film were to be looked at by our descendants, like a Dead Sea Scroll in 1,000 years' time. What would you think it's worth telling that generation about the life you've lived and the lessons you've learned from it? Hello， 大家好，我是叶绿绿。今天我们来聊聊幸福。最近一段时间，一直有网友给我留言说，我的选题和内容为什么总是在传播焦虑？其实我想说，就算我不做这样的选题，那些焦虑以及导致焦虑的事情就不存在了吗？不会的。为了避免兑现和辩解，今天我就来分享10条有关幸福的方法，给我们的生活来一波正能量。这10个方法来自罗素的《幸福之路》，他用清晰的逻辑推理那些简单的常识以及人们不太在意的道德，为生活带来一副消除迷惑的解药。伯特兰·罗素伯爵在1930年完成了《幸福之路》并出版，该书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当代人的圣经。话不多说，我们直接上干货。第1条有关幸福的方法：性格缺陷。罗素认为，那些典型的无法获得快乐的人，是在年少时被剥夺了某些正常的满足，以至于他在后来的人生当中，把这一种满足看得比其他满足更加重要。这也导致他的人生往往朝着单一的方向去发展。我们经常在互联网上听说的用一生去治愈童年，说的就是这种少年时被剥夺了某些满足感，要用一生的时光和无数次机会去弥补。和无法获得快乐相对的是空虚感，空虚感的来源恰恰是因为人的天然需求太容易获得满足所导致的。罗素觉得人和动物其实是一样的，在生命的过程当中要适当的进行生存斗争，才能有效避免空虚。如果一个人可以凭借巨量的财富毫不费力地满足他任何的需求，那么幸福也会随之向他挥手告别。我们看，无法获得快乐和空虚感其实就是性格缺陷的一体两面。比如说一个人从小生活就比较匮乏，那么吃饭这件事情就会变成他毕生的追求，长大之后也会面临馋嘴、肥胖等等这些问题。空虚感这个例子就更简单了，我们中国的家庭一般都比较重男轻女，上面有2个姐姐，然后下面有一个男孩子，这种家庭是非常多的。那么姐姐就是那种无法获得快乐的角色，弟弟往往就是家里面的所有资源都向他靠拢，所以他长大之后更容易感到空虚。第2个关于幸福的方式，生活与竞争。一般所谓生活的斗争，实际上是关于成功的斗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每天去竞争，惧怕的并不是明天或者后天没有早餐吃，而是惧怕自己不能在亲友或者邻居面前去耀武扬威。用我们中国人的老话讲，叫不患寡而患不均，而民间的说法是恨你有，笑你无，嫌你穷，怕你富。罗素说，那些幼年时代深受贫穷苦难的人，会非常惧怕他们的孩子将来也会受到同样的苦难，所以非常重视这种人与人之间竞争的成功，甚至把它当作唯一的幸福来源。可这就恰恰给不幸埋下了祸根。回想前些年全社会都在比赛买房的时候，我们都认为是丈母娘为了让自己的闺女日子好过，然后逼迫女婿去买一套房。实际上呢，你以为男方买房他不炫耀吗？他依然会炫耀。生活中我们也经常听到这样的例子，那些有儿子的大叔大妈自吹自擂，说自己给儿子买了多大一间房子。这么一来，全民比赛买房并不是关于生活的竞争，而是关于成功的竞争。第3个有关幸福的要素，恬静生活。罗素认为，幸福的生活大半有赖于恬静，因为唯有恬静的空气当中，真正的快乐才能常驻。我的理解是，人不能过分的忙碌，过分的忙碌就会牺牲很多恬静，从而牺牲幸福。我在做政治正确那2期影片的时候，也查过一些数据，是说在2004年的美国，一起吃晚饭的家庭不足30%。另外有近1/4的人每周与家人共进晚餐的次数不超过4次。另外是一个来自瑞典的调查，通勤时间超过45分钟的人，离婚概率会额外超出40%。以上这些数据表明，城市化的进程会导致人们的生活节奏加速，从而牺牲人们的恬静生活。如果置换到中国，可能情况就会更惨一点，因为我们的城市化进程不仅速度快，而且伴随着大迁徙。比如大多数父母留在老家，儿女则去往千里之外的大城市奋斗。别说一个礼拜共进几次晚餐，一年也吃不了几回饭。第4个关于幸福的方法，思考的效率。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观察过一种人，勤于学而敏于思，非常的聪明，在生活当中根本就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问题。可是这种人往往因为思虑过度，会导致焦虑失眠。罗素关于这件事情的解决方法是在适当的时间思索一件事情，而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胡思乱想。他认为人得培养一副有秩序的头脑，提高思考的效率，而这对于幸福来说至关重要。第5个关于幸福的方法，忍受烦闷。
人是一种唯恐天下不乱的动物，而烦闷的本质是渴望发生事故。人渴望的并不一定是愉快的事情，而是这件事情能不能让今天和昨天有所不同。比如说7年之痒，说的就是年轻人在谈恋爱的头1、2年，还有一些彼此探索的欲望，可是越往后处得越像亲人和兄弟。再比如中年危机，毫无新意的工作，一成不变的生活，是个人都想额外找点刺激，于是就会迎来人生当中第2次叛逆。可是呢，一切伟大的著作都有乏味的段落，一切伟大的生活也有乏味的时期。所以罗素认为，忍受烦闷的能耐对于幸福生活是非常必要的。第6个幸福之源，避免自恋和被害妄想。一个低估自己的人往往会因为成功而感到惊讶，一个高估自己的人往往会因为失败而感到惊讶。低估自己的惊讶是喜悦的，而高估自己的惊讶则是悲伤的。所以过分的自大和自恋并非一种明智的人生选择。那么如何避免被害妄想呢？第一，记住我们所做事情的动机并不是那么的舍己为人。第二，我们所做的事情并非我们想象当中那么有价值。第三，不要期望别人像你自己注意自己那样注意你。第四，不要幻想别人注意你只是为了从你这儿得到好处，或者是为了害你。关于这个避免自恋和被害妄想，我拿我自己举例子再恰当不过。我每次在做一个片子之前，甚至是此时此刻，我都觉得这个片子太厉害了，太了不起了，肯定能给别人带来有价值的信息，甚至会觉得如果没有流量，不给我点赞留言，一定是列位的损失。可是呢，等到影片上传之后，流量肯定不如我期望的那样好。这个时候我就会怀疑，是不是平台又给我限流了？是不是总有刁民想害朕，点开我的视频只给我点彩？其实这一切呢，都是因为我的自恋和被害妄想所导致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写作过程当中也克服过。比如说之前写小说的时候，想到一个故事，觉得哇，绝对惊为天人，可是落笔的时候就会陷入无限的焦虑以及自我怀疑当中。这个时候就会看一些文学评论啊、文学史什么的，看一看那些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他开创了什么，又有哪些做的不足的地方，就会觉得哇，我还没写，我就这么自大。再后来，我也逐渐把写作这件事儿从神坛上拉了下来，认为它只是记录我身边的这些故事，是为了拯救我而已。如此一来，我克服了自恋和被害妄想，事情也就变得简单多了。第7个方法，忽略八卦。公共舆论对那些明显惧怕他的人会变得更加残暴。举个例子，比如说很多明星希望青春永葆，只是为了延长自己的职业生涯以及保持良好的公众形象。可是时间不饶人呐，他们越想青春就越怕老。关于这个事情，罗素给出的建议是保持充分的真诚与善意，让那些愚蠢的八卦爱好者失去指责你的意义。作为普通人，我们所做的行为跟社会普遍的期待之间肯定会有很多出入，所以我们在忽略八卦的同时，也要充满善意和真诚。第8个幸福之源，兴趣与工作。一个人感兴趣的事情越多，快乐的机会就越多，而受到命运摆弄的可能性也越小。因为如果兴趣足够多，我们失掉一样，并不是失掉所有，还可以亡羊补牢，转头去另一样。这个方法翻译成中国话，其实应该叫做艺多不压身。它不光是一种获得幸福的方式，甚至跟我们的工作、收入、家庭都有关系。在中国独特的生存压力之下，人们会把兴趣和工作去分开，认为工作只是工作，而兴趣只是兴趣。而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心里面是受到双重打击的。一方面，这个工作我们不爱干；另一方面，工作还耽误了我们去追求兴趣。罗素关于工作和兴趣的事情是这么说的：以自己工作为羞耻的人，很难获得自尊心，而没有自尊心，就很难获得真正的幸福。当然，我们在这里也要区分什么是真正的兴趣。比如说抽烟喝酒这种事情，肯定只能算作嗜好，而不是兴趣。而根据这个抽烟喝酒所给人带来快乐的方式，我们可以反推回去，如何让兴趣变作一种幸福。比如说抽烟喝酒的时候，往往都是几个人扎堆一起抽烟，或者一桌人围在一起喝酒，这样子才会更快乐，更容易感到幸福。可是当你一个人抽闷烟喝闷酒的时候，你就很难说你获得了幸福。所以关于兴趣和工作，我们要尽可能找到趣味相仿、意见相同的人，从而彼此结合，去增进幸福感。第9个方法，有关朋友。罗素说，最基本的幸福有个重要的立足点，就是对人对物的友善和关怀。用大白话说，就是善待他人，善待自己。可是这个善待他人、善待自己要怎么做呢？就是要在他人的个性当中寻找到乐趣，而不是想办法去支配他们，或者让他们来崇拜我。我们个人的幸福之源，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自动的、毫不费力的去爱着许多人。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愿意被爱，而不是愿意被人用隐忍或者耐性去勉强敷衍。我记得钱钟书有一篇散文是写朋友，他认为朋友就是淡淡的来，淡淡的去，彼此互不干涉，但是彼此又心存敬畏。我想这种不干涉和敬畏，恰恰是善待自己、善待他人的最好例证。第10个关于幸福的方法，终于说到重点了，有关情爱。
罗素认为，在最好的一段情爱里面，人们希望得到一桩新的幸福，而非逃避一段旧的忧伤。关于这个事情，大多数网友和观众朋友们肯定心里也有一杆秤。如果说举例子的话，我觉得汪小菲比较合适。前脚还在跟大 S 因为孩子的事情在闹火，后脚说他跟另一个女的领证结婚了，所以人们纷纷评论说这一段也长不了。这倒不是一种诅咒，而是人们关于幸福的一种权衡和判断。好了，关于幸福的10种方法我们就讲完了。我也希望借此机会向所有观众朋友们传递我的真诚和善意。我也并不是非得传播焦虑，而是希望通过我的观察和表达，看到生活的暗面，从而去捕捉那些即将熄灭的微光。最后还是借用罗素的话来结尾：健康是没有人能有把握的福气，而眼前一切看似稳当的事物，也非一成不变的快乐之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幸福是一种方法，而非上帝的恩赐。I should like to say 2 things. One intellectual and one moral. The intellectual thing I should want to say to them is this. When you are studying any matter or considering any philosophy, ask yourself only what are the facts and what is the truth that the facts bear out. Never let yourself be diverted either by what you would wish to believe or by what you think would have beneficent social effects if it were believed. But look only and solely at what are the facts. That is the intellectual thing that I should wish to say. The moral thing I should wish to say to them is very simple. I should say, love is wise, hatred is foolish. In this world, which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closely interconnected, we have to learn to tolerate each other. We have to learn to put up with the fact that some people say things that we don't like. We can only live together in that way. And if we are to live together and not die together, we must learn a kind of charity and a kind of tolerance, which is absolutely vital to the continuation of human life on this planet.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希望各位可以给我点赞、留言、转发，谢谢，再见。